最近忙的美股上更新啊，但是到关键点位的时候呢，我也会发帖提醒大家，美股在连续上涨了9周之后，终于经历了一波比较明显的调整。那在跌之前呢，我也发帖提醒了大家，然后这个位置不要太兴奋了，注意一下止盈，仓位要控制一下。然后6月11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发了一条帖子说，和伊朗这边的冲突暂时不打了，结果美股马上反弹，就是这么简单啊。那问题来了，现在这个市场呢，它算是企稳了吗？那目前而言呢，就业还是强劲的，通胀已经涨到了 4.2%。下周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也会第一次公开讲话，这个人是什么风格，市场其实还没有完全摸透。所以这个反弹到底是市场反转了呢，还是说会出现第二腿？现在这个位置，是追呢，还是再等一等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个。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先从宏观上面来看一下，这次下跌是不是经济出问题了？我个人觉得不是啊，因为如果单纯看美国经济的话，其实它还行。那最近的失业率呢，还是维持在 4.3% 左右。同时呢，新增的就业岗位它还是在增加。我们看这张就是美国最新的职位图，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稳步的上升的。虽然之前一段时间是下降蛮明显的，但目前其实已经企稳上升了。这点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很多的这种大熊市背后通常都是伴有经济上的衰退，比如说是企业的盈利下降、失业率快速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等等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没有看到过这些信号。另外一个大家担心的问题呢，就是通胀，因为最近几个月通胀确实又开始往上走了，现在已经到了 4.2%， 那这个也是让市场担心的，怕通胀上升了，然后就跟加息划等号了。但是我们仔细看 CPI 里面的数值的话，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很大的一块就是出在能源上面，能源的价格它上涨了 23.5%。 那如果说我们把能源这块去掉的话呢，其实我们对比5月、4月和3月的数据，其实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商品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甚至于有一些像食品它其实还是在下降的。所以我们看细分类目之后呢，可以发现现在的通胀呢和需求过热导致的通胀是不一样的。当然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市场肯定会担心的，因为能源它影响的不光是油价嘛，它会影响运输成本、企业成本，最后影响到整个经济。所以这个能源的价格它是不是会持续的增长呢？那这边又牵扯到美伊的一个局势。那美国和伊朗冲突之后呢，市场其实大部分都在关注霍尔摩斯海峡对于油价的一个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啊，美国它其实自己的能源出口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的。根据 EIA 披露的数据呢，美国石油出口量已经飙升到每日的1050万桶了，然后连续3个月居全球第一。所以说这次的能源危机对于美国本土的经济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的。那从宏观上面来看呢，经济没有明显的变差，企业的盈利预期呢也不错， AI 的发展还在继续。那股市这次为什么会下跌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涨太多了。在这次下跌之前呢，其实市场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看到不少朋友说涨太快了，有点心慌或者说是先止盈了，不急着进场。其实这就是个市场很普遍的共识。这种连续我们从周线上面来看这种连续9周的上涨之后，市场确实需要时间来消化整理一下。但是除开这个表层原因之外呢，还有比较深层的原因，就是股市它和经济它并不是同步的。经济好呢，代表企业赚钱了，但是股票上涨看的不是说今天赚了多少钱，股票交易的呢是未来。比如说一家公司它今年赚了100亿，如果市场预期它明年可以赚个200亿，那大家当然愿意给更高的价格了。但是如果之后市场发现说可能这个公司还是赚钱的，但是没有想象的赚那么快，那股价肯定就会进行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时候看到说财报挺好的，增长也好，为什么财报当天股价就跌了？因为很多时候股市下跌呢，是市场在重新调整预期。所以股市不是让所有人一起发财的金矿如果那么简单的话，只要经济上涨、AI 发展、企业盈利增加，那所有人买股票不就都赚钱了吗？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主动管理的基金很难长期跑赢大盘，原因就是投资本身不光是看方向，你还要看价格、估值、市场情绪。现在市场也是一样的，
那 AI 的发展确实是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动力，这点我不否认。但是任何一个大的趋势都不会说一味的只是上涨，它都会经历上涨、调整，然后再上涨，然后继续调整，然后震动向上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一条直线笔直往上。所以大家以后判断市场的时候呢，不要只看企业的盈利，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像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元它的流动性和债务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未来市场的上涨节奏。所以我的看法呢是大方向上是没有变化的，还是向上的，但是呢上涨的过程肯定不会像前2个月那么顺利。其实市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震荡向上的，就是涨一段整理一下，然后继续找方向。很多时候大家可以看，像这边也是嘛，涨一段了之后整理一下，继续上涨，然后之后可能在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有个大幅的回调。19年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段明显的上涨趋势之后整理上涨，震荡整理，然后最后会有个大幅的回调，这个基本上都是股市的一个规律。那回到现在市场上面呢，我们目前比较关心的一个变量呢，就是美联储，尤其是下一周美联储新的主席沃什，他是第一次的公开讲话。那很多人会比较担心说，新的主席上来了，会不会改变政策的方向？估计是会的。那会不会这个改变会不会导致市场出现更大的波动呢？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其实目前不用过度的恐慌，因为市场其实已经提前反映了一部分的预期。目前看来呢，6月份不降息基本上已经是市场的共识了。那短期之内呢，也没有看到马上就要加息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经济继续保持韧性，企业的盈利继续增长的话，同时股市又处在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那美联储会不会说希望市场冷静一点？这个才是未来需要关注的地方。因为美联储它影响市场嘛，不是只有加息降息这一种方式，它其实还有另外很多工具，其中有一个就是缩表。简单来说呢，就是减少市场上的这个流动性，让市场上的钱变少。那过去几年大家应该也感觉到了，市场上涨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离不开资金的环境的，钱多的时候资产价格比较容易上涨，但是如果流动性慢慢收紧的话，市场就会开始重新给资产定价了。那沃什过去比较强调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更加关注通胀和资产的价格风险。所以未来市场可能面对的呢，不一定说经济突然变坏了，可能呢是经济还不错，企业也是能赚钱的，但是流动性它会出现变化。那这种情况下面呢，股市最容易出现的就是震荡，就是上涨不会消失，但是过程会更加的曲折。既然说大趋势没有结束，但是短期的波动增加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其实震荡的市场更加容易亏钱。那单边上涨的时候呢，很多人闭着眼都能赚钱；单边下跌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风险来了。最难的就是这种看起来市场还在涨，但是突然一下给你来个快速回调，然后你刚想卖呢，它又涨回去了；你刚想买，它又跌下来了。再加上现在市场还有板块轮动，这个板块跌个几个月不动，另外一个板块又开始上涨了，就很容易来回被市场打。那这种情况下，最好就是减少操作，不要一口气买几十只股啊，也不要天天都手痒，等到确认信号出来了再动手也不迟。那我就以纳斯达克指数为例，平时我主要看的时候呢，就是看日线和周线，小时线也会看，但是更多的是辅助。我们从日线上面来看呢，纳指这次调整的时候呢，是直接跌破了21日均线，然后在50日均线附近出现了反弹，但是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呢？我觉得还不能马上确定，因为它这边正好处于一个交易的密集期，市场在这边是会出现分歧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小时线就会更加清楚一些。我们发现这几天的走势其实还算规律，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大跌，而是一层一层往下走。那如果说现在它想要上涨的话，它也需要一层一层突破之前的压力位。那目前呢，第一层的压力位已经突破了。那如果这个位置你没有在之前6月11号，也就是特朗普发文的那天做反弹的话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但是目前这个位置还需要观察一下，因为如果说它继续往上走了，突破小时线这边的均线，同时突破之前的密集区域的时候呢，就说明短线资金开始重新回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逐步的加仓。那它如果继续往上走，把上方这个跳空缺口也补回来，那就说明市场的信心会进一步恢复。那如果说它往下走的话呢，重点要看下面这个支撑位，因为我们可以看
这个支撑位在前面1次、2次、3次、4次、5次、6次，是市场多次测试的一个关键的点位，是重要的支撑和压力位。如果它可以在这边守住，并且形成反弹的话，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如果说它跌破了，那市场可能会重新测试前低，甚至于出现第二波的调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急着猜底了，可以等市场重新企稳之后呢，再进行操作。当然，这些都是短期的交易角度。那如果说你是长期配置投资者的话呢，我们可以看现在逻辑就很简单，只要没有出现大趋势结束的信号，就是经济没有明显的衰落， AI 周期还在，企业盈利还在支撑，那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分批配置，长期持有。那因为真正的大周期的收益呢，肯定不是每次你精准的踩中买点跟卖点，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拿住这整个周期。总结一下，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追还是等呢？第一个就取决于你的仓位。如果说你之前没有仓位，那不建议现在这个反弹马上就冲进去，特别是现在这个位置，市场还在等一个确认信号，因为它上面还是有压力的，特别那个跳空缺口，下面呢也有支撑，方向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可以考虑分批的逐步的加仓。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仓位了，那我这边是指的大盘指数或者说是基本面比较强的大股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因为这次调整就下车，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经济衰退或者说 AI 的周期结束的信号，长期趋势它还在的，中间肯定会有波动啦。那我们不要频繁的操作，把仓位控制在自己舒服的位置，按照自己之前的计划然后执行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了，大家觉得这次会直接反弹上去，还是说会有第二波下跌呢？欢迎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